殡仪馆内的化妆室可不是一般化妆室，而是专为遗体化妆、修补的地方。因此千万不要随便在殡仪馆内随便的说出这3个字。今天 Book 就来分享关于误触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后所产生的恐怖故事2则。那么就开始今天的故事：殡仪馆的禁忌。故事1：大约几年前，我去参加我好朋友他公公的告别式。那天我到了那边，正好看到我朋友匆匆跑到灵堂前面，然后昏倒了。就有师公说：“出代志啊，出代志啊！”然后就把他身上的校服剪下一块来做法。做完之后，因为他一直没有醒来，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打点滴。他家里的人很紧张，一直帮他做法。3天后，我朋友醒来了，他就讲了那天发生的事情。那天他想要去上厕所，他一个人就从灵堂这边走到走廊那一边，但是找不到化妆室，他就再往前走，刚好碰到前面来了4个人，抬了一副棺材。殡仪馆本来就是阴森森的，又看到那群人抬了一副棺材，他心里就很怕，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问那4个人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请问化妆室在哪里？”那4个人中就有其中一个人告诉他说：“你就一直走，走到尽头右转就好了。”接着他又继续走，越走心里越毛，还是找不到化妆室。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拍了他肩膀一下，问说：“你要去哪里啊？”那个人用闽南话问他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我朋友就跟他说他要找化妆室。那个人就说：“这里就是啦。”我朋友回头看到那个人，忽然发现那个人脸上有化妆，他吓一跳，下意识就赶快跑，一直跑到灵堂前面就昏倒了。其实老一辈的人有交代，晚上出去外面，如果有人拍你肩膀，千万不要回头。还有就是殡仪馆内不能说化妆室，因为化妆室是往生者化妆的地方，在殡仪馆内可以大方的直接说洗手间或是厕所。碰到类似我朋友这种事的人其实蛮多的，有很多人就这样子从此没有醒过来。因此在殡仪馆内千万别说请问化妆室在哪里。故事2： 70多岁的老奶奶跟一同坐在后座的孙女小雨说道：“等一下到里面不要乱说话哦，在里头啊，厕所就说厕所，不要说成化妆室，知道吗？”已经高中的小雨不耐烦地回应道：“好啦，我知道啦，啰嗦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这时候在前头开车的父亲听见小雨不耐烦的声音，大声斥责，然后坐在副座的妈妈转过头跟小雨仔细地说：“好啦，算了算了，小雨，下次不要这样跟奶奶说话，知道吗？”小雨扁起了嘴，点点头的说好。车子进入殡仪馆内的停车场后，父亲耐心的找车位，其他3人先下车去找服务台或爷爷摆放的房间位置。4个人搭上电梯到达5楼，前往摆放灵体的地方。不知道是心理因素，还是因为跟外头艳阳高照的反差，又或者是走廊中的灯特别的冷，走廊中透露着一种异样的蓝光，冷冷的色调让人的心里感觉更加寒冷。躲在这个异样的地方，小雨不自觉地握紧奶奶的手，看着四周围不自然的景色，觉得很不舒服。走廊座位上有三三两两的人坐着，不是唉声叹气的，就是一脸死沉，可能是感叹亲人的早逝，也可能是因为要处理接下来的身后事而感到麻烦。总之，那绝对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地方。偶尔有人跟他们擦身而过，是脸色苍白的，就是脸色僵硬。怪异的地方配上怪异的人，小雨握住奶奶的手就更紧了。奶奶感受到小雨的害怕，拍拍她的手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别怕，有奶奶在这边。”4个人坐在走廊座椅上等待消息。无聊的小雨拿起手机玩起游戏，突然的很想上厕所，于是小雨便拉着妈妈的衣服，小声地问道：“化妆室在哪里啊？”妈妈拍了她的头一下：“不是跟你说不要说化妆室吗？”小雨说：“哦，那厕所在哪里啊？”
妈妈抬头看了四周，摇摇头说：“不清楚你去问一下工作人员好了。”小雨无奈的点点头，再起身走到服务台。诡异的是，服务台中没有半个人。他抓抓手看看四周围，一个正在打扫的大婶在走廊的另一端。他快步的走过去，问说：“不好意思哦，请问化妆室在哪里？”大婶抬起头看着他，眼神中流露出狐疑的眼光，上下打量着小雨，用手指指着走廊的另一端。小雨转头看着大婶指的方向，却没看见化妆室的标志。他皱了一下眉头，还想再问清楚时，大婶已经走远了。他没有办法，只能走向大婶刚刚指的地方。不知道是心理作用，还是那边冷气特别的强，他搓着手，想让身体感觉暖和一些，但是却越来越不舒服。走廊的蓝白光加强了冷的感觉，他全身上下异样的感觉越来越强，但是他还是继续走下去。终于又见到一个人，是一个女人，大约30岁左右，穿着白色的衣服，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两眼无神地望着前方，全身似乎没有力气地垮着。小雨慢慢走过去，发现到女人的脸色极差，近乎于惨白的颜色。他小心地问：“请问化妆室在哪里啊？”女人没有反应，过了2秒之后，才缓缓地抬起右手，指着走廊的尽头。小雨看了镜头，再看着女人，心想着她应该不会骗人，于是就慢慢地向前走过去。走廊尽头有间房间，上面写着化妆室3个字，但是却没有分男女。小雨没有想太多，就开门走了进去，但是看到的是门后头的不是厕所，反而有2张台子，分别都有1个人的大小。左边的一排是柜子，右边有可以放东西的桌子，台子旁边分别放着1张椅子。小雨气愤地想，自己似乎是被耍了。正要转身走的时候，门突然砰的一声，自己关了起来。小雨立即转过身去看门，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。再转回来的时候，却看见一个人，是一个女人，好像似乎就刚刚在走廊遇见的那个女人。小雨瞪大眼睛，说不出话来，看着眼前的女人，展开诡异的笑容，然后对着小雨说：“你是来帮我化妆的吗？”殡仪馆本身就是阴气比较重的地方，因此本来就有蛮多禁忌的，像是今天提到化妆室啊，或是别东张西望、到处乱走乱坐，尤其是类似一些病床的东西，又或者是不要乱念佛经啊，以及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等等的禁忌真的很多。不管这些禁忌的真实性为何，不过我觉得不管在哪里啊，对任何事物或场合都抱持着尊重的心。有些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也并不是因为我们迷信，遵守这些禁忌总是没错啊。别人也许会说你好笑，但是做错了事，犯了禁忌，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哦。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哦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